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iss 英国。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要跟大家讲我心爱的这个西高地，他的故乡苏格兰的故事。最近呢，他的老乡们正在热火朝天的呢，吵得要分家。苏格兰想要谋求公投脱英入欧这个消息频上新闻热搜。而对于不了解英国历史文化的朋友，如果你一不小心走进了一个既有苏格兰人又有英格兰人的社交圈或者是工作圈，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natural enemies, like Englishmen and Scots. 在他们相爱相杀的炮火里，不了解他们打从祖宗八辈起呢就结下来的恩怨，但是又忍不住要多嘴的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沦为枪靶，沦为炮灰。所以这期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英格兰与苏格兰这段持续1000年的渣男 PK 恋女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2，眼下呢正是齐心协力抗议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苏格兰又要分手，而且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3，如果这回真的顺利公投，而且成了，一个独立的苏格兰，或者说一个破碎的英国，在未来到底将如何影响我们？我将尝试着呢去了解分享这些问题，而你相信我，你不该也不想错过这个1000年包办婚姻的故事。要了解苏格兰在英国的地位，首先要了解英国特殊的政治结构。英国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它是一个国家的集合，包括了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关于这个国中国的历史渊源，点击观看我之前的视频《什么是 UK》，了解更多。一直以来，英格兰与其他3个国家的关系呢都非常的紧张，而英格兰与苏格兰更是一个1000年来都紧紧围绕着征服与联盟的故事。Good。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Bye bye, Scottish. 早在成为联合王国的一员之前，苏格兰就是一个拥有自己君主政体的主权国家。1296年，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呢入侵了苏格兰，在邓巴之战中击败了国王约翰贝利奥尔的军队，这就使得苏格兰落入到了英格兰手中。然而不服输的苏格兰人民呢奋起反抗，最著名的就是由威廉华莱士所领导的，而电影《勇敢的心》正是基于这段历史。That they may take our lives, but they'll never take our freedom. 1314年，罗伯特·布鲁斯率领苏格兰的军队呢，在班诺克本的战役当中击败了爱德华一世的儿子爱德华二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6年后，阿布罗斯宣言确认了苏格兰的独立，但他们之间想要吃了对方的野心并没有就此打住，冤冤相报的战争持续多年。这种持续的斗争在1603年英格兰跟爱尔兰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之后有了些微转机。下一位王位继承人呢是他的堂兄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6世，他继承了爱尔兰跟英格兰的王位，成为了这3个王国的君主。尽管同属一个国王，但英格兰跟苏格兰呢还是2个完全独立的王国，只有在外交之类的政策上呢才有统一的君主去控制。在接下来的1个世纪里，几次将他们真正的合并成一个国家的尝试呢都失败了。一直到1707年，苏格兰跟爱尔兰在安妮女王，也就是电影《宠儿》里当中所描绘的那位女王的这个统治之下，真正联合成为了大不列颠。为什么这一次的牵手就成功了呢？这要从苏格兰一次失败的投资说起。17世纪，苏格兰试图像英格兰、葡萄牙、西班牙那样在美洲建立自己强大的殖民帝国。他们在1698年开始了自己的首次探险启航，并且在巴拿马建立了名为新爱丁堡的定居点。但是很快，恶劣的农业种植条件、疾病以及西班牙人的围追堵截、英格兰人的骚扰和当地人在贸易上的极不配合扑面而来。这次消耗了苏格兰王国大量财富的殖民地尝试呢，最终是以失败告终，负债累累，几乎摧毁整个王国。不少搭进了血本、亏了一个底朝天的苏格兰贵族跟地主呢，意识到要摆脱困境，建立一个真正的海外贸易市场，就必须要寻求一个更强大的海上列国的支持，要找一个靠山。于是他们把眼光呢投向了一直想得到自己，但是又求而不得的英格兰。Excuse me. Yes. 郑士夫的流油的英格兰人呢，也动起了歪脑筋，毕竟垂涎已久。于是上层的议院呢，推动了这场政治婚姻。1707年，英格兰人答应给苏格兰钱来偿还债务。2个国家的议会呢，通过了联合法案，终于成为一个国家。但是这个联合条约的草案呢，被公之于众之后，苏格兰城镇的街道上呢，爆发了骚乱。为什么？因为跟英格兰彼此憎恨长久的民众打从心里拒绝这桩婚姻。
少数的精英阶层呢，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命运，硬要违背民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格兰的民众会不服。毕竟你看今天有多少包办的婚姻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呢？但这个婚呢已经结了，出钱出力的英格兰自然成为了这个新家庭当中的主君。很快，苏格兰人就感受到了他时不时暴露出来的渣男体质。比方说1746年的服装法案禁止穿格子呢短裙，对，就是苏格兰人为之自豪的那个高地传统服饰。为什么英格兰会出台这样一个荒谬的法律？可能只是为了恶心一下苏格兰人。还有1745年呢，英格兰决定用 God Save the Queen 这首歌作为国歌。这首歌呀，传遍了整个大英帝国。通常的官方版本呢，只有一小段。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你有听过这首歌流传的更完整的版本吗？ And like a torrent rush, rebellious Scots to crush, God save the Queen. 你没听错，歌里有一句让那些叛乱的苏格兰人粉身碎骨。为什么英格兰人一定要选这首歌来作为国歌？想不通对吗？想不通就对了，要不然怎么说是渣男体质呢？还有，英国议会在2009年的银行法案当中呢，正式批准了苏格兰银行可以印刷自己的货币。问题是，苏格兰货币呢又不是法定的交易货币，这就好比呢，一个苏格兰人兴高采烈地走进了一间英格兰店主开的酒吧，买了一杯啤酒要付钱的时候呢，这个英格兰的店老板说：“不好意思，这是苏格兰的纸币，根据法律，我决定选择不收。” 2014年苏格兰公投之前，当时的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呢，就命令在伦敦的首相府唐宁街10号升起了苏格兰国旗，以表示英格兰对苏格兰的重视、珍惜和爱。On the roof of Downing Street, on the orders of the Prime Minister no less, a moment of high symbolism. Oh dear, and it's not as though everything was going swimmingly before. 这个画面，男默女泪啊，连英格兰的旗杆都欺负苏格兰的国旗。听了这些，我们大概理解了为什么苏格兰人不喜欢英格兰，毕竟强扭的瓜不甜。但是这两个人呢，毕竟也凑合着过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跟英格兰分开的冲动最近又上涨到拦都拦不住的地步呢？苏格兰强忍一口气，唉，英格兰背叛了我。这场背叛的大戏呢，要回到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蓝色旗帜呢，口号是 Yes Scotland， 是支持独立的阵营 ；Better Together 是支持维持现有联合王国的阵营。实话实说啊，我私心里觉得呢 ，Better Together 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竞选口号，听起来特别像是大家自我说服要维持一段实际上已经死亡的婚姻。你听，我不是说我们在一起很好。我是说呢，我们在一起更好。你看，咱们名下有一栋房子，你想一想，两个人还贷款总比一个人还要好吧？听起来这是一个多么没有感情的婚姻。不过，英国最大的两个政党，保守党跟工党呢，都支持的 Better Together 确实有它的道理，而且并不是虚言。在2014年，如果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它可能需要重新申请加入欧盟，而这可能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对苏格兰的经济呢会造成严重破坏。还有报道说，西班牙可能会阻止苏格兰加入欧盟，因为西班牙担心自己家一直想独立的加泰罗尼亚会义无反顾的效仿，因此留在欧盟成为 Better Together 的最佳论据。另外，如果苏格兰独立之后呢，他获得了权利能够继续留在欧盟，那他也将失去呢使用英镑的权利，不得不转向欧元。而欧元呢，由于当时的希腊债务危机而变得非常脆弱不稳定，因此欧盟成员国和英镑成为当时苏格兰人民最迫切关心的两件事情，超过了他们对英格兰在政治上的不满。最终，2014年的这场公投，更多的苏格兰人选择了留在英国。The majority of valid votes cast yesterday by the people of Scotland were in favour of no. 现在你是不是就大概明白了为什么苏格兰人觉得被背叛了？因为在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仅仅2年之后，英格兰的政治家呢就搞出了脱欧公投。公投结果呢以微弱的优势决定了整个英国将退出欧盟。
但是在苏格兰，当时是压倒性的62%的人选择留在欧盟。英格兰曾经信誓旦旦许下的要留在欧盟的诺言呢，落空了。雪上加霜的是，2014年苏格兰人民在独立公投当中非常担心的钱袋子问题，英镑对欧元的汇率更是此后一路下跌。如果你对脱欧这场人为政治灾难感兴趣，可以点击观看我之前的视频，了解更多。让苏格兰独立这个议题再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箭在弦上，是因为2021年的5月6号，苏格兰的议会呢将举行选举，现任的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他所率领的目前的执政党苏格兰民族党誓言，如果他们胜选的话呢，他们将举行再一次的独立公投，带领大家重返欧盟。And to the other countries of the EU, Scotland wants to return, and we hope to do so soon as an independent member state. 目前的民调呢显示，它的支持率居高不下。苏格兰民族党极有可能在今年5月的选举当中呢，拿下苏格兰议会当中的绝大多数席位。如果真的公投并且独立出去，那对苏格兰会有什么影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的研究预测呢显示，苏格兰脱离英国对苏格兰的经济带来的影响呢，将是脱欧的2到3倍，带来的财政影响将高达每年110亿英镑。苏格兰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面临年收入减少4.5%到6.7%。苏格兰人似乎非常的清楚独立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因为民调显示呢，50%的苏格兰人认为独立之后经济会更糟，仅仅12%的人认为会更好。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苏格兰人对于独立的支持度呢还是在持续上升。除了在脱欧这件事情上呢被背叛感，还有英国现任首相鲍里斯和他所领导的内阁政府在此次疫情当中所体现的无能。那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呢？没有人知道。我们甚至不知道现阶段苏格兰有没有合法从英国独立出来的可能性，因为独立程序的合法性必须在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当中呢得到解决。最后，独立以后，苏格兰人民真的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吗？我们无法预测未来，这些决定呢将由苏格兰人民做出，并且由未来的历史学家来判断。从脱欧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学习也接受的现实是，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只能尊重规则下民意选择的结果，无论我们本身的情感对于接受这件事情有多艰难。一个独立的苏格兰和一个貌合神离但是明显力量更强大的英国，你会怎么选呢？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欢迎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迷信国，我们下期见，拜拜。